注意看这个男人，他身高8尺，手里拿的竟然是重达62斤的水磨镔铁禅杖。他喜欢超度恶人下地狱，手里的武器挥一下，直接就能拍死一个人。他原名鲁达，能3拳打死欺压百姓的屠夫，又因为官兵的追捕，逃到了五台山做了和尚，被长老安排前往大相国寺潜修。不料路途中被官兵抓捕，本来鲁达不想再造杀戮，已经束手就擒，可押送的官兵真的作死，他们到处欺压百姓，来到一处驿站吃饭休息，吃完不但不给钱，反而杀害了驿站老板。鲁达坐不住了，凭借蛮力挣开牢笼，拿起水墨镔铁禅杖走向几个官兵，官兵们赶紧抵挡，谁料鲁达一叉一个小朋友，直接杀剩了1个人。随着最后一击下落，全员领了盒饭。与此同时，邪恶势力元丰寨浮出水面，他们是一伙土匪，山寨中高手如云，使用的兵器也是不凡。这天晚上，他们收到一个神秘人传信，要他们抢夺官银，而始作俑者是一个名叫唐大人的官府人员。他们官匪一家串通一气，要合伙抢下官银。唐大人留下了玉佩，要元丰寨届时假扮官兵，便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官银。二当家袁威不明白了，他们是匪，为啥和官府合作？元丰寨有人有势，想要什么可以直接抢。可大当家袁震不这么想，因为他不满足当土匪，想当官。袁威无奈，已经计划好了一切，只能照办了。和官府为敌，最终只能被清剿。白天，鲁达下山，来到一处客栈吃酒，突然看到一个小偷偷了东西。鲁达看着被偷的那个男人嚣张跋扈，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内心纠结一会儿，还是决定不管这闲事儿。吃饱喝足，鲁达来到一处破庙休息，看到一群小孩十分有趣。巧的是，刚刚的小偷也来到这里，原来他竟然是小孩们的姐姐。这个虎背熊腰的男人，他一直盯着那边女人看。女人小兰发现刚刚的酒肉和尚在盯着他看，内心忐忑。见到男人鲁达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便放下紧张，与孩子们玩成一团。而刚刚被小兰偷东西的男人完蛋了，他和元丰寨有关系，袁震竟然是他的义父。此时被袁震打得很惨，因为这个男人偷走了唐大人留下的玉佩，还被小兰偷走，事关重大。得知玉佩被一个乞丐偷走，元丰寨便开始全城搜寻玉佩。一夜之间，大量的乞丐被杀。一个乞丐说出了小兰的消息，却被袁威狠狠地解决。夜晚，小兰给鲁达盖上被子，对鲁达十分好奇，看鲁达熟睡，便起身离去。回到住所的小兰被元丰寨找上，小乞丐等人纷纷惨死在土匪手中。鲁达被惨叫声惊醒，连忙赶来，从土匪手中救下小兰。隔天，两人在树林间把孩子们埋葬。鲁达想要安慰，却不知从何下口，无奈转身离去。而小兰却一声不吭地一直跟着他。鲁达觉得这样不妥，便告诉小兰，他被官兵追捕，还杀了很多的人，小兰跟着他会很危险。但小兰还是执意跟随。两人来到城门口，官兵发现异样，鲁达正要出手，小兰机灵，一招声东击西骗走了官兵，但却摔倒在地。鲁达转身抱起小兰，一路狂奔。两人来到一处客栈，小兰说出她的目的，她想让鲁达替她报仇，杀了那些害死她弟弟的人。鲁达却难以出手，他对过往杀孽的忏悔让他备受煎熬，并告诉小兰，仇恨不会通过杀戮终结，只有放下才得自在。小兰只好退一步，要鲁达教她功夫。鲁达一笑，只要小兰拿起他的水墨镔铁禅杖，便教她功夫。小兰赌气尝试，可这个禅杖重达62斤，怎么拿得动？小兰差点被禅杖砸死。无奈，小兰只好要求鲁达答应她3个愿望，完成了就能离开。鲁达答应。随后，两人便在官兵的搜捕中兜兜转转，来到一处破庙。时隔多日，小兰想念死去的弟弟，便独自回到坟地祭拜。这个女人正在祭奠死去的弟弟，却无意间听到2个官兵的谈话，他们要去城隍庙查案。小兰便偷偷跟随，想一探究竟。从两人嘴里得知，自己的弟弟竟是死于元丰寨之手，而元丰寨和官府有勾结。想到这里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小兰失魂落魄地回去，因为涉及土匪窝和官府，报仇这件事儿太渺茫了。小兰找上鲁达，表示只想好好喝顿酒，而鲁达明日就能走了，这仇不打算报了。鲁达不明白，小兰说出了真相，对方势力太大，自己一个弱女子根本报不了仇。鲁达内心十分复杂，他跪在佛像前，不是他不修善果，
如今官匪勾结，恶人当道，百姓无处安身，随后便来到了官银经过之地。而同一时间，元丰寨假扮的官兵被鲁达一人铲除。隔天，幕后的唐大人现身，因为他收到了第一批官银平安入库的消息，大发雷霆，连抽了元振几个嘴巴子。袁威见自己哥哥被打，当即就想动手，却被元振一剑拦下。袁威不爽元振如今的样子，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去。袁威不服，便私自带人来劫第二批官银。官银被袁威轻松解决。正在得意时，鲁达出现了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二话不说直接出手，没人能扛住鲁达一仗。袁威与之交战，被打得步步倒退，根本不是鲁达一合之敌，很快便惨死在了鲁达手中。隔天，元丰寨元振得知自己弟弟死了，便抓走了小兰。鲁达回来后收到小纸条，大惊失色，拿起禅杖就前往元丰寨救人。面对数十人的土匪，鲁达根本不怂，一招一式就有数人丧命。元振手下3大高手前来应对，鲁达手持禅杖，力大无穷，碰到就是死。很快便来到主殿上，见到了元振。元振拿起偃月刀就冲，被鲁达直接打掉。随后元振拿起武器交战，却是被鲁达的神力打得惊慌失措，被鲁达扔在椅子上。随后鲁达一个飞杖插死了元振，元丰寨就此消失。随后鲁达埋葬了死去的小兰，撒下白纸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已经是泪流满面。